Hello，大家好，我是史蒂芬。最近又到了秋末的季节，同时也是枫叶季，枫叶盛开的时刻。我相信喜欢枫叶的朋友，一定也会上网去科普国内外非常多的一些枫叶景点，或是一些地图攻略。今天史蒂芬我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在我的心目中最美丽的枫叶景点。京都枫叶，这次跟大家聊聊的京都枫叶是在我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时候，第一次去京都朝圣枫叶季。那当然，在出发京都之旅之前，我们会稍微高装检一下我们所携带的装备例如说你的相机、你的镜头，或甚至你需要其他什么样的特殊主题的镜头。那当然，我们一般在拍京都枫叶，其实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个底，就是人会非常的多，因此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避免掉一些游客或是人流出现在自己的画面当中。因此我们在选镜头上面，尽可能就是选所谓的旅游镜，例如2410或甚至24-200这个焦段，因为我们在长焦的一些镜头是可以去避免掉一些人流或甚至一些游客来进入到你的画面当中。那么首先，如果第一次进到京都的话，那我们当然从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下机之后，我们其实是可以买日本的 JR 所谓的 Haruka， 它其实算是一个直达车。那其实交通方面的话会非常的方便。那么首先我们到了京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心的开启我们的京都枫叶之旅。首先我想要推荐的景点会是八坂神社，然后再来还有八坂神社后方的圆山公园。Steven 我可以稍微就是提点一下大家，就是在京都的这个圆山公园拍照的同时，我们尽可能需要做一个快很准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速度与激情你的 tempo 要比较快，因为当你如果 tempo 或是步调比较慢的时候，那你可能很多的景点或甚至很多的一些角度都会被其他的摄影组、摄影师或是其他的游客占据了那个地方。那因此你要拍好那个地方，或是拍到那个地方，瞧好那个位置，可能会需要花上蛮多的时间这个大家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Steven 我的话是跟我老婆一起去同游嘛，我们的话其实是有去八坂神社附近租借和服，那我自己也是身穿武士服，所以其实在京都枫叶一开始在拍照的时候，我们首先可能会碰到的一个拍摄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会是身着和服或甚至你是身着武士服。那在这样的部分的话，可能大家负重上的问题，或甚至在携带相机上面可能都要稍微量力而为，因为你并不会是一个正常的装备或是装扮去做一个拍摄，你有可能是穿着就是比较不舒服或甚至绑手绑脚的一个服装去帮你的另一半去拍摄，或甚至去拍枫叶的景点这个部分都会有一些动作上的局限，所以我们其实在换上和服或是武士服要帮另一半拍摄的时候，可能都要稍微去想一下，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样的限制之内的一个拍摄角度，或甚至一些拍摄的手法来去呈现京都的枫叶。其次，我们可以顺路往上到达就是京都的一个数一数二的一个枫叶必拍必访的景点，它就是大家耳熟能详或是大家可能都会知道的永观堂南禅寺。Steven 这边要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或讲解一下这边的一个景点特色。那它的景点特色就是枫叶非常的多，第二个就是说这边的人流会非常多，因为其实从永观堂一直到所谓的南禅寺，它其实是有分下面的区域
跟一个旋转楼梯，然后跟到上去的一个比较上面的，就是上坡上面的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要看自己怎么样去走这个动线，因为你不管怎么走，从下面拍完平地拍完，爬上山坡上面，它的一个寺庙那里面，它其实人都非常多，所以我们应该要去规划一个稍微比较对自己来说比较流畅，或甚至说可以稍微避掉一些人群的一个时机。那其实基本上你应该是避不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不会去要求自己去把它一定要拍到非常的空景，或甚至说你在拍人带景的时候旁边一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几率实在非常非常小，应该说是几乎不可能。因此我们在这边拍照，就 Steven 我的经验就是我会希望先求有再求好，不会去强迫自己一定要拍到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但是我可能10张我有1、2张拍出满意的，那我们回去之后再做一个2次构图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景点就算是破关成功了。我这边也会稍微补充一点，其实从八坂神社一直到圆山公园，它其实徒步的距离大约都是在10分钟、15分钟的范围之内。不过从八坂神社，然后圆山公园整体拍完之后，我们要从八坂神社往上走，或是右上方的方向去走到永观堂、南禅寺的这个方向，其实步行的距离大约莫会有2.6公里左右。那如果说你搭乘 JR 的地铁的话，那从车站出去，然后沿着上坡走，然后走到永观堂里面，那你大约会需要花大概15分钟左右的路程。Steven 我因为毕竟天气比较冷，好，然后再加上我们是穿着和服以及武士服，因此我又踩着木屐，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稍微评估了一下我们的整体的配重，因为我是毕竟带了 Z8， 然后加上2120，然后跟35定焦，在这样的负重之下，我选择直接做轿车的部分。这个大家就可以稍微去斟酌一下，看您是要怎么样的方式去前往这个景点的方式。拍完以上的景点之后，那其实我也有规划去拍摄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一个景点，也就是清水寺。那我相信清水寺其实也是京都枫叶非常具指标性的一个必拍或是必访的一个枫叶景点。但是大家听到必拍必访这4个字的时候，一定都会想到，第一个都是人，第二个全部都是游客，第三个你不用想去拍空景，第4个你就算拍人带景，一定也会有游客或甚至路人会在你的画面当中。也就是说，在清水寺你要拍摄枫叶景点的时候，那你可能需要的就是拍照时机上的调整，那再来就是你要快很准的抓住拍摄的一些空档时刻，也是同样的，先求有再求好。